这是一台我盼了大半年的相机 iPhone 12 Pro Max， 不卖关子，几天用下来爱不释手。现在脑子里就一个想法，去他妈的相机，这才是我想要的。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大志，我是大马猫本。说实话，现在做相机评测已经太多，有点麻木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盼着一个新产品发布了。作为摄影师，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拍摄。一种照片是产品，是给别人看的，比如我们拍的节目，比如说我们给客户拍的行活，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商品。为了确保照片的品质，还要跟上同行们的步伐呢，我们也在水涨船高，不停地升级我们手中的设备。另外一种照片呢，是给我自己看的。一天一天，一年一年，日子过得飞快，孩子呢在一天一天长大，我自己呢也在一天一天的变化。最平凡的日子用相机记录下来，我觉得这个才是人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吧。但是特别悲催的就是摄影师一直用相机美美的拍摄取悦别人，但是忙到头，守着这么一大堆相机和特贵的镜头，发现呢给自己和给家人拍的照片少得可怜。这就是我为什么盼着这台给自己记录生活用的相机。您现在用什么手机拍照？咱们可以发在弹幕上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到节目里边所有的照片全部来自于手机拍摄，有我自己的，也有同学，还有观众和粉丝的。我们来看看什么才叫一张好照片，什么叫一台给自己用的好相机。说说 iPhone 12 Pro Max 牛逼之处吧。3支镜头的焦距深得我心，13毫米、26毫米和65毫米。iPhone 的画质呢，其实也就那样了，拍下来呢远比画质更重要，所以镜头的焦距尤为关键。为什么说这个3个焦距恰到好处？其实3个镜头正好和人眼的主观感受完全吻合。说白了，你可以用3支镜头来还原出咱们所看到的世界。先说广角镜头，绝对是值得惊艳一下啊！一般的全画幅超广角镜头也就是14毫米、16毫米。记得第一次切换到 iPhone 的13毫米，那个广角带来的打开的视野的感觉实在是太难忘了。它基本上覆盖咱们双眼余光所及之处。怎么说呢？摆在你面前的所有的画面，它都可以给你记录下来。任何反映室内还有空间大视野这种题材，从天空到脚下，或者呢你想更来点刺激的视觉冲击力，打开 0.5 倍，也就是13毫米的广角，一定一头搞定。新增的长焦镜头是65毫米，这个绝对是3支镜头最大的亮点，也是我认为苹果绝对是一个懂摄影师、懂得摄影是什么东西的公司。大家有没有想过啊？为什么所有品牌的相机大三元里边中焦2470，中焦一段最后全落在70段？怎么就那么巧？因为70毫米是最接近人眼单眼的放大倍率，也是最接近我们观察物体实际的透视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拍摄实物摄影的时候，70毫米是使用率极高的一支镜头。在长焦镜头选择上啊，苹果并没有一味的追求的焦距长，而是把镜头放在了最实用的焦距段。冲这点来说，真是绝了。最后说这支26毫米，其实26毫米是在超广角和中焦之间呢，相对比较折中的解决方案。你要想拍摄合影呢，又不会觉得宽度不够；你要想拍摄一特写呢，只要凑近半步就可以，而且不会引起难以控制的这种广角的畸变。26毫米呢是这种万能的焦距，更好的照顾到题材这种没有特别特定的这种拍摄者。3支镜头呢，看似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但是3支镜头凑在一起，我的使用体验是特别过瘾的。在扫街的时候，面对大小的不同的空间和拍摄距离的时候，基本上信手拈来，一键切换自己想用的那支镜头。要全景有全景，要特写有特写。真正让我喜欢 iPhone 12的就是方便。新的 iPhone 曝光非常靠谱，大光比的环境 HDR 算法绝对是小菜一碟，但又不像我之前用的 iPhone XS 一样有严重的 HDR 合成感。用 iPhone 12拍摄这种阳光直射以及阴暗面店铺的这种混合场景，自动曝光就可以得到特别自然的观感。新的拍照界面呢，在屏幕的左上角增加了手动曝光补偿，这不就是我平时最需要的功能吗？有个小经验啊，可能我比较喜欢拍摄有光比的这种环境吧，略减一点曝光呢，有利于保留细节。苹果手机的曝光补偿呢，我基本常年放在-0.3到0.7，这样呢，
通常可以抬手就拍，不用每次再去重新做这个减曝光的调整。它是一台最懂得摄影师的相机，该由摄影师决定的因素，比如像切换哪个镜头焦距、微调曝光。iPhone 把创作自由度还有决定权用最简单的方式交给摄影师，而不需要摄影师操心的这些设置呢，比如像自动功能它给你安排的好好的，比如像白平衡不可控，其实呢也不需要控制，因为色彩还原非常准。我在维多利亚市场顶棚的那种色温不知道偏到哪里去的这种工业 LED， 居然呢也可以被 iPhone 还原出非常不错的色彩。室外这种蓝天色温极高的这个街道呢，也得到本该有的颜色，这一点都不含糊。快门速度呢不可控，相机基本上都是这个优先保持相对高的速度。我一想，其实也对，曾经因为快门速度不够高而虚掉了一张好照片的这种情况，这种遗憾太多了，远远大于我需要运动虚化的这种情况。照片的过度锐化可能有一点点影响观感，但是呢，我的照片真的是因为过度锐化才变得不好看的吗？这几天用下来，我居然在 iPhone 12上又找到了拍摄的乐趣。在公共环境里边呢，用专业的相机真的是不敢拍摄，使用 iPhone 就觉得低调的让人根本不会注意到你，因为你用的根本就不是相机。我可以专心的找画面，专心的构图。它是一台让我想拍就拍的设备。我真的想说一句，去他妈的相机，玩手机就可以找到摄影的开心。忽然我在想，相机本身是个伟大的发明。从100多年前相机诞生以来，人们呢就可以记录时间、凝固记忆。但是呢，随着科学技术发展，整个相机系统怎么变得越来越繁琐和复杂了呢？那些不断加入叫不上名字的新功能，还有机身上越来越多的按钮，逻辑越来越复杂，菜单有多少人背着个专业相机沾沾自喜，但是拍出来的东西千篇一律。但又有更多的人，我觉得被这个相机的大玩具、复杂的操作吓得门口不敢尝试。所以就在我拍照回家路上呢，我在群里发了条消息，我就说呢，我想做一期关于手机摄影的节目，就想看看大家用手机拍摄照片。结果太让我意外了，所有照片全部来自同学和观众的手机拍摄。您喜欢哪张？弹幕上鼓励一下。看到这些照片啊，您会注意它是用什么相机拍摄的吗？什么是好照片？是吸引眼球，还是画面华丽？是技术层面的光线、构图，还是瞬间？好的照片一定是观感的舒适，包含了时间的力量。我们把好照片的标准带入到日常生活的场景来看，用画面去打动人，引发人的发笑，让人觉得我怎么没想到？感叹摄影师的想法和发现美。好的照片啊，是生活的发现，有故事，有梦想，哪怕是幻想也行。在合适的光线下记录那一片安静，就像你不知道它的名字，但是你永远忘不到它的样子。也许是我想多了，好照片其实没有定义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头好，我们无法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。这里边很多照片是女生拍摄的，各位男性摄影师朋友们，小心你身边的女人，你的女友、你的太太，甚至你的妈妈，当他们拿起相机，往往比男生厉害多了。女生有独特的观察力，她们还有天生的这个视角和构思的直觉，她们能够接受别人，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，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。您觉得不会摆弄单反的女生和不会构图的男生，哪个更值得挽救呢？我现在又想觉得，去他妈的相机，拍就得了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好了，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大马猫本，咱们下期